堂下何人状告本官？民妇知错，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这是穿越了？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宪尊大人，这民妇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状告宪尊纵马过市，踩碎了他的豆腐摊儿。求大人饶命啊！我是啊，这泼妇眼瞎没认出您的宝马，竟敢跑来告您。殿下，您可是当朝九皇子，流放这古寒之地已经是委屈了。按您的规矩，刁民惊扰大驾，直接乱棍打死吧。靠！老子穿越成了大前最臭名昭著的九皇子，被流放此地，这狗腿子还嫌我死得不够快。混账东西！本官是父母官，岂能草菅人命？拿来。拿啥？钱。大嫂，这钱全当赔你的摊子，带孩子去吃顿好的。大人，民妇命贱，这银子民妇万万不敢要，求大人开恩，别再折磨我们孤儿寡母了。我操！我前身到底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？给钱都以为是催命符。拿着，本官说赔你就是赔你。王狗腿，小的在。派2个人护送他们母女回去，谁敢半道抢这笔钱，或者私下刁难，本官扒了他的皮。是，你们2个赶紧送张嫂子回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面临生存危机，无线超市系统正式激活。金手指到账了，只要有钱就能买空现代超市，这不原地起飞？王狗腿，滚过来！殿下有何吩咐？咱们县衙库房里还有多少银子？给我全提出来！殿下，您开什么玩笑？县衙的库房，连耗子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呀！怎么可能？朝廷拨的赈灾款呢？县里百姓的赋税呢？殿下，您忘了，您本是戴罪立功之身，朝廷的拨款在路上就被层层盘剥，到了咱们这儿连塞牙缝都不够。至于赋税，县里90%的良田都在城东赵员外名下，他可是有知府大人撑腰，咱们哪敢收他的税呀？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我是戴罪立功，本王犯了什么罪？谋反呐！谋反！我操！谋反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，那都是足以诛九族的死罪。前身是皇子，诛九族倒是不至于，但这货犯了谋反罪，居然还能在尹南活蹦乱跳的当县令，可见皇帝老子到底有多偏爱他呀！圣旨到！殿下，快接旨啊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九皇子叶秋无才无德，谋逆大罪在前，流放云南平安县，竟不知悔改，鱼肉乡里，致使民不聊生，恶名传遍天下。朕念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暂留尔一命，赐3年为期。若3年后平安县人口经济不能翻倍，即刻押送回京，午门问斩，钦此。这皇帝老子还真是偏心到了极点，群臣死谏都不把前身拉出去砍了，硬是顶着压力我接手这烂摊子。不过好在我有系统在手，3年时间，不要说翻倍，就是翻10倍也不在话下。闲杂人等退下。殿下，圣上还有口谕。说吧。老九，你个王八蛋，都到闽南了还不知道安生一点？你要是再不知悔改，消息传到京城，不用3年，老子亲自来南阳县扒了你的皮。知道了。殿下，圣上为您可是操碎了心呐！自行您离京，圣上经常念叨您，怕您吃不好穿不暖，头发都白了一大片，这才借着这次颁旨，让老奴亲自来看看你。这3年，是圣上在朝堂上为您争取到的最大宽限了，殿下万万不可再辜负圣上的一片苦心啊！殿下，这是圣上托老奴偷偷拿给殿下的提子钱。好家伙，我总算知道这货谋反为什么还能活蹦乱跳了，妥妥的护犊子狂魔啊！劳烦公公回去告诉父皇，我知道了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他失望。老奴一定带到，殿下保重。丁，检测到大量资金，
是否充值无限超市系统？公堂上的日常琐事，你先替本官顶着，但给本官记住了，要是敢弄出一件冤假错案，我必将你重重治罪，绝不轻饶。小的拿身家性命担保，绝不敢徇私枉法。系统，把这些全充值了。丁，黄金100两，白银500两，充值成功。当前余额537万5千元。系统商城1楼已全面为您开放。530多万，老子发财了！爽！这么多钱，在这破系统里想买什么买不到，这得花到猴年马月去啊！等等，我操，真黑！按照现代物价换算，1两银子等于商场的750块钱，1两金子等于5万块钱。大前朝现在的粮价，1两银子能买20吨糙麦，虽然里面掺着大半的沙子和米糠，好歹管饱，可在这系统上商城里，750块钱，顶多买100多斤现代五常大米。感情白银黄金换成现代的钱，购买力还没古代大。等等，买吃的亏本，买这玩意儿可是个稀罕货啊！10块钱的玻璃冰，15块钱的镜子，倒手回到古代可都是无价之宝。随便拿出去一个，在大前朝那都是价值连城的琉璃宝物，还怕金山银海不来？殿下，该用膳了。知道了。呸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人吃的！殿下息怒，这已经是南原县能找到最好的吃食了。胡说八道！本王再不济也是个皇子，怎么可能就吃这些？离了京城，谁还把你当皇子？你以为你每天吃喝挥霍是靠谁？靠你那些狗腿子吗？要不是婉清姐每天偷偷跑出去给大户人家记账做苦工换点粟米，你连这咽不下去的饭都没吃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别怪小雅，她还小不懂事，要责罚就责罚奴婢。你们就吃这个？叶秋啊叶秋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！前身造的孽，现在却压在这俩弱女子身上。莫笑农家腊酒浑，自己居然还嫌弃那碗救命的糙米饭。这县令府上下，难道每天都靠你们2个小丫头养着？也是最近半年才开始这样的。殿下如今失势，明面上不敢有人造次，但暗地里使绊子的人不少，连朝廷拨下来的饷银和守粮都落不到县府来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，连我的饷银都敢吞。从今天起，本王不仅要让你们吃上山珍海味，还要让那些暗地里搞鬼的人连本带利全吐出来。你们等等我，我去就来。哼，婉清姐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他这套说辞我都听800回了，我看他肯定又要问你要钱，拿去赌场挥霍，我才不要信他呢。殿下，或许是真的受了刺激吧，咱们且等着就是。钱是王八蛋，花完咱再赚。今天必须让那2个小丫头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现代科技的降维打击。
本次消费共计188000元，物品已发放至现实空间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愣着干什么？快来帮忙啊！是肉，婉清姐，那是肉啊！还有那么白的米，简直像雪一样。哈哈哈哈哈！没见过世面了吧？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厨艺。走进厨房。君子远庖厨，这些粗贱的脏活怎么能让殿下您亲自来做呢？快放下，让奴婢来。别碍事，老实看着。你们俩在旁边好好看，好好学，把步骤都记在脑子里。往后这些菜可都得你们做给我吃。这世上竟有如此摄人心魂的味道，这真的是人间的食物吗？收工，开饭了。傻站着干嘛？一块吃啊！好香啊，真的好香！殿下折煞奴婢了，主仆有别，尊卑有序，奴婢们身份低贱，怎能与殿下同桌共食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可是要挨板子的。哪来这么多破规矩？这县衙里现在我最大，我让你们吃就吃。看我干嘛？干饭啊？怎么？难道还要本殿下亲自嚼碎了喂给你们吃吗？吃！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红烧肉，本殿下最喜欢吃。你可学会了？奴婢看过一遍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太好吃了。神仙吃的也不过如此吧？殿下，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法术啊？哎，怎么还吃哭了？有人跟你抢啊？为什么哭？我是怕自己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要是以后吃不到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放心吧，有本王在，这种神仙饭菜天天管够，保准不出1个月就把你吃成一个小胖丫头。才不要呢！婉清姐姐说了，女孩子要是太胖了，以后会嫁不出去的。外面怎么回事？谁家娶媳妇了？回殿下，大家听说皇下了圣旨，说您3年后达不成政绩就赐死，正在普天同庆呢。看来我这前身的名声真是臭出天际了。叶秋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，给本少爷滚出来！3年必死的圣旨刚到，这帮不长眼的就敢砸门，看来这衙门里有内鬼，消息传得真够快的。姓叶的，你昨晚在赌坊欠了本少爷100两银子，今天该清账了吧？早就听说你这废柴皇子金屋藏娇，拿不出钱，把这2个水灵的丫头送给本少爷抵债。抵债？好啊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本王去厨房给你拿钱。去厨房拿钱？我倒要看看你个兜里掏不出2文钱的落魄皇子，今天拿什么还债？要钱是吧？老子今天就给你发脏费！婉清姐，咱家就几十文银钱了，殿下会不会打算把我们卖了换钱？我不要跟他们走！哎呦！小脑袋瓜里想什么呢？本王说了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谁敢带走你？怎么，拿把破弓出来吓唬人？少废话！本少爷的钱呢？王福，强闯县衙，毁坏公共财储，在大前律例中定罪几何？奴才在，回殿下，按律当原价赔偿，并将闹事者绑起来，游街示众，关押大牢。那惊扰皇室圣驾，威胁当朝皇子，定罪几何？死罪。若情节严重者，满门抄斩。明白了。赔脸不要脸的东西，
去把那2个小娘们给我绑了！今天你还也得还，不还也得还，管你什么狗屁皇子！叫几个人来，出来洗地。老爷，大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天塌了呀！叶秋那个疯子用暗器射穿了二公子的脑袋，现在二公子的尸首就用剑钉在衙大门口的柱子上示众啊！你说什么？他还说，二公子毁坏了衙门的公共财物，修缮费要500两白银。什么时候拿钱去？什么时候才能把二公子的尸领回来？要是太阳落山前不送去，他就要亲自带人杀来赵家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欺人太甚！一个被发配的废物皇子，竟敢骑在我们赵家脖子上拉屎，杀我血亲！这要是忍了，整个南提县都要看我们赵家的笑话！来人，把府里所有户员都叫上，跟我去县衙宰了那个畜生！糊涂！他在京城跋扈，犯下谋逆重罪被流放。京城里那些大人物确实乐意见到我们尽情欺他、辱他、踩踏他。甚至会帮我们把这些烂事压下来，但唯独不能杀他。别说是你我这小小的赵家，就是京城里那些一手遮天的大人物，也绝对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。否则，不管我们赵家有多大的靠山，整个南溪县都会被大钱的铁骑无差别夷为平地。这就是皇权。起来，去库房提500两白银，再备上一份厚重的赔罪礼，亲自送去县衙，把你弟弟的尸首接回来，入土为安吧。是，告诉你手底下的那些人，最近都给我安分点儿。落难的凤凰，那也是凤凰，能动他的，整个天下只有一人。听说了吗？县衙门口出大事了。那个作威吃福的赵家二公子，被九皇子一剑穿了脑袋，钉在柱子上呢。哼，呸！死得好，这叫狗咬狗一嘴毛，都是一丘之貉。赵家把咱们当牲口，九皇子是个活阎王，最好斗个2败俱伤。咱们这老百姓啊，命苦，算是熬不出头了。草民赵天明，见过殿下。舍弟死有余辜，这是500两白银修缮费，一分不少，全在这里了。黄狗腿，点钱。回殿下，数目正好。既然钱送到了，人你们就带走吧。回去告诉你家老头子，本王的县衙大门是用极品金丝楠木做的，下次要是再坏了，可就不止500两了，懂吗？草民明白，谢殿下恩典。大少爷，咱们就咽下这口气。二公子死得好惨，咽下去。我若咽下这口气，就不配做赵家长子。我爹说的对，他身上流着龙血，我们不敢杀他，但这不代表我们治不了他。他叶秋接到的圣旨是什么？3年之内人口翻倍，做不到就午门问斩。传我命令，明早开始，赵家名下所有粮铺粮价翻倍，盐价翻10倍。大少爷不可啊！南溪本就贫富，这是要断了全城百姓的活路啊！我就是要他们家破人亡。他不让我好过，我就逼得城里穷鬼买不起1粒米，吃不上1口盐，逼得他们全部逃荒要饭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都嚷嚷什么？瞎了狗眼，没看见新价牌吗？粮价翻倍，盐价翻3倍，买不起就给我滚！别弄脏赵家的地界。翻10倍，这可是大旱荒年啊！你们这是要把全城百姓往死里逼呀！老天爷啊，你不长眼啊！
殿下，我出大事情了！天塌不下来，有话慢点说。全城的粮铺和盐铺挂新价表了，赵家发话，粮价、盐价直接翻10倍。现在百姓把粮铺围得水泄不通，眼看着就要闹起暴乱了。想看我完蛋，就拿全城人的命当棋子。小小年纪，已有取死之道。殿下，既然赵家不给活路，咱们一不做二不休。您拿出昨天那把神器，小的这就带兄弟去抄了赵家老巢。抄家？就凭咱们这3瓜2枣的老弱贫残，估计连赵家大门都没摸到，就不够人家塞牙缝了。更何况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赵家现在还没彻底撕破脸，逼急了，对我们没好处。殿下教训的是，这南七县衙早名存实亡了，城外宗族纷纷而至，赵家是领头羊，手下几百号敢下死手的恶汉护援。上一任县令见赵老爷也得点头哈腰，咱们真斗不过地头蛇呀！什么赵家八家的，你给本王听清楚了！从今天起，整个南风延知县只能有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我叶秋的声音。昨天的赵天宝，今天的粮价翻倍，这南溪的乱象，我算看明白了。南溪乱治，根在县衙名存实亡。那道催命圣旨悬在头上，想3年翻倍，单打独斗根本不可能。首先，得把这军政大权死死捏在自己手里，结束分封割据，拔了这些毒瘤。老子手里握着500万的现金流，外加500两白银，跨越2000年的降维打击，难道还怕玩不废你们这几个土鳖世家？给老子全部提现！经指令确认，此次大规模提取，共计消费100万元，物资正在迹象化发放中。黄狗腿，给本王滚过来帮忙！粮，全是粮，如雪一样的细盐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仓库明明早就空了呀！仙术，这是仙术啊！殿下不是凡人，殿下是仙人下凡呐！婉清姐，殿下真的是神仙，他把天宫的粮仓搬下来了。给本王起来！现在不是磕头的时候，带上其余人，马上把这些米面肉菜全部抬到县衙大门外，搭台子，支大锅。诺，小的们这就去。婉清，你跟我来。殿下，我们要去做什么？跟我来写一份招聘信息。招聘信息？那是什么文体？奴婢未曾学过，就是招工文书。准备好，我说，你写。来人，把殿下亲自写的招工告示贴上大门。各位乡亲父老，都停一停，本衙门今天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。乡亲们，靠！这破县衙的公信力已经低到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了吗？王府，别废话了，给老子全部抬上来！那白生生的是馒头吗？世上怎会有比血还干净的馒头？你看那米饭一粒沙子都没有，这是皇上的御膳吗？肉，是肉啊！老子饿疯了，今天就是死也要做个饱死鬼！抢啊！他娘的，能不能有点骨气？有抢食儿吃的力气，干嘛不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饱？殿
殿下呀，张家把粮价翻了10倍呀，就算把民妇卖，也不够换孩子吃几顿饱饭。你让我们拿什么赚钱啊？就是，你把这些吃食摆出来，不赈灾不售卖，难道是为了眼馋我们吗？这位大嫂，你会做什么营生？民妇只会做饭。本衙门现在百废待兴，现面向全城招收衙役捕快200人，另招厨师5座门子，只要有手艺利器，统统要。大人，那月钱多少？100文。100文，现在100文连半斗糙米都买不到，算了吧，给衙门卖命才给100文，不够饿死的。大人，民妇会做饭，只求能让孩子待在厨房，不用挨饿。100文就100文，民妇干了。大嫂，你误会了，本王说的不是100文月钱，只要在衙门当差，底薪每人每天100文，外加管午饭，干得好继续涨。殿下，我报名！殿下，我力气大，我要当捕快。安静，报名在左边，如实留名，先到先得。最后宣布一点，不论有无面试成功，今天只要报了名留了名字的，都可以免费去右边领食物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吃饱为止。能用就行。这7天的面试，我挑人只有一个绝对标准，那就是能用。叫什么？宋铁。以前干什么的？杀猪的屠夫。杀猪的屠夫，只练握刀的手，右手单刀，左手重盾。这特妈是战场上下来的重装步兵啊！见到 SSR 了。陆用，去左边领馒头。啊！当过兵？是。什么兵？禁军。左营。陆用。不贴榜登记不知道，小小一个南练县，竟然有10万之众，10万人口，怎么全挤在这闽南苦寒之地？殿下有所不知，南溪本是流放之地，犯官、逃兵、流民一代代被驱赶到这里，长年累月才形成了这10万之众。听说有些人家连着几代都凑不出一件完整的衣服，不少人是跟邻居借了勉强避世的衣服。光着脚连夜赶了几10里山路，只为吃一口饱饭。10万张嘴，3年翻倍。靠！我以为穿越过来是当纨绔皇子的。这几天过了几千号人，这里头还有哪些你觉得特别的？有几个，有个光头大个子宋铁，说自己是屠夫，但奴婢见他双手虎口与掌心有极厚老茧，绝不是什么屠夫。还有一个独眼汉子，叫沈独，他排队走路，总脚掌先落地。重心极低，眼神时刻盯着人脖颈，像头随时抱起伤人的野兽。没想到，你一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千金小姐，观察的比我还细致。奴婢只是想多记下些细节，好帮殿下分担些忧愁。本子自己收好，明天起不用干粗活了，你就是我的机要秘书，就是头号大管家。管文书，月钱按捕头最高标准发。殿下使不得，奴婢万万不敢。我说过了，从今往后，这南京县衙里没那么多破规矩，在这里，我说你行，你就行。唉，没想到到了古代。考公当个公务员还是这么卷啊！殿下说什么？公什么卷？没什么，名单整理好，明天一早放榜。是，
殿下，官爷，求求您行行好，这上头咋没我儿子名字？他叫刘大柱，一顿3大碗饭啊！大娘，刘大柱是吧？殿下亲笔圈的名，力气大得很。最后一行那个就是他，去左边领号牌吧。娘，我路上啊，儿子路上啊，咱家有救了！大少爷，出事儿了！200个补柜，10个厨娘，还有1个账房。7天之内，县衙的招工居然全招齐了。外面那帮泥腿子现在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拦都拦不住啊！叶秋，欺人太甚！我们赵家在这儿办丧事，他叶九带着全城那帮贱民过喜事。爹，这口气咱们难道就这么咽下去？到底该怎么办？粮价还是10倍吗？是，但他根本不开粮铺，直接搭棚白送。那馒头比咱最好的白面还白，不但管饱，还掺了肉渣。他根本不是在施粥，是在拿钱砸人心啊！再让他砸下去，民心可就全向着县衙了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：他哪儿来的钱？要么他有我们不知道的通天财源，要么他就是真疯了。那总不能干看着吧？到底怎么办？等，还等？我弟弟的仇不报了！愚蠢！200多号人就是200多张无底洞一样的嘴，养1天的兵就要耗1天的粮。他就算有金山银山，这般不计成本的坐吃山空，能撑多久？1个月还是3个月？粮盐铺子的天价继续高高挂着，一文不许降。再传我的话，明子起，赵家名下所有的田庄、作坊、码头、故宫的工钱直接涨到15文1天。爹，15文？您这是干什么？他不是喜欢用钱砸人吗？那就让他看看，是县衙200张嘴能耗，还是我赵家扎根100年的3000亩良田、80间铺子能耗。高，实在是高！儿子遵命。娘的，俺宋铁活了快30年，以前天天在死人堆里打滚，也从没吃过这么香的白米饭，这么大块的肥肉。这肉竟带着奇特的甘甜，这等神仙吃食，便是京城禁军统领也绝对吃不到。只要你们跟着本王好好干，以后顿顿让你们吃香喝辣。但吃饱了饭，就得给本王干活。听本王号令，分配编制。沈独、宋铁出列，你2人各管60精锐，接管治安，不管大案小案，敢犯事就严惩不贷。出了天大的事儿，本王兜着。王狗腿，奴才在。剩下80人教你，死死守住大本营，若有闪失，拿你是问。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县衙。殿下，账算出来了。县衙200多号人，100文底薪加丰盛肉菜，1天花销高达几10两白银。咱们那500两修缮费，流水般花下去，怕是连10天都撑不到。婉清说的对，现今经不住10万张嘴的持续消耗。这破县衙要修，人口要翻倍，全得砸真金白金，必须得赶紧搞一条生财的暴利路子。咱们南原县附近有没有比这里大得多、有钱人也多得多的城市？往北上走100里，便是临渊府，那是方圆500里最大的府城，天下巨富云集之地。巨富云集，那就好办了。老子不怕他有钱，就怕他不够穷奢极欲。明早出发临渊府。殿下，您去府城做什么？取钱。买东西去前厅，当东西去后院。若是来卖些乡下不入流的土特产，就请回吧。咱们聚宝阁只收天下奇珍。天下奇珍，本王带来的东西，就怕你这小小的聚宝阁吃不下。王狗腿，这顷可见底，毫发必显，镜中人连脸上的汗毛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难道是传说中流传下来的无瑕宝镜？放肆！此等神物，唯有进贡给当今圣上，我出白银5000两。掌柜的，现在本王有资格交易了吗？贵客，
快，厅长，东家快下来呀！出神物了！这等神物，聚宝阁愿出白银1万两，成交。公子气度不凡，敢问是哪里人士？南溪县，穷乡僻壤罢了。公子说笑了，往后若再得此等神物，聚宝阁定当扫榻以待，价钱好说。好说。东家，这位公子来路不明，出手又是这等罕见的宝贝，要不要？蠢货！你仔细回想那位公子的气度长相，他眉宇间傲视天下的威压，与咱们背靠的那位王爷隐隐有几分相似。他又自称来自南溪，除了因事被流放的九皇子，还能有谁？楚明月，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老子这账本是请府城最好的账房算的，怎会错出3000两窟窿？你一个疯女人懂什么？赶紧滚！折旧多算30%，运费重复计入抽成，加上烂账，最终盈利不是5000两，是2013两4钱5分。你在做假账，想吞分红？贱人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好惊人的心算天赋，只可惜，眼界终究还是受其于这个时代。我5岁识数，10岁心算万金之账。这大前朝的账房规矩，我闭着眼也不会算错一文，凭什么说我受限？就凭你用这最容易做假账的单式流水记账法，你听过复式记账法吗？听过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吗？听过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吗？这是什么记账法？是谁发明的？借贷平衡！天哪！若用此法，天下烂账瞬间清爽！求公子教我。我叫叶秋，南溪县令，跟我走，教你跨越1000年的法则。我给你舞台，你敢不敢接？民女楚明月，愿为公子赴汤蹈火。古往今来都一样，果然还是女人的钱最好赚啊！等南溪基建搞起来，老子必须把香水、口红、护肤品全搬过来。这林渊府的银子还不像决堤洪水往我口袋流。殿下，您看那边的花灯好漂亮，他们好像在作诗呢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可惜我们终究是戴罪流放之人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返故乡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好诗绝句，简直是千古绝句啊！此等孤高绝俗的意境，这位公子简直是文曲星下凡。这位公子，我操！装逼装过头了，风进扯撩，快跑！小姐，岸上出了首绝句，满河才子快看风啦！又是些阿谀奉承的靡靡之音罢了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好一句异客！那些俗人只会夸赞容貌，觊觎我身子，唯有他不一样。快备小舟，请公子登船，我要亲自抚琴。小姐，那位公子嫌人多，拉着女眷头也不回的跑了，早没影了。是名律如粪土，是美人如无物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这世间竟真有如此超凡脱俗的奇男子。明月，既然你对这林渊府的商界了如指掌，我问你，这城里市中心位置最好、地段最绝的铺面地产，都捏在谁手里？回大人，大半优质地段在首富李老外手里。十字路口3层空置旺铺是风水宝地，但他咬死5000两白银，少一文都不卖。贪婪好啊，贪婪的人最好做生意。王福，备车，去会会他。我这间铺子可是林渊府的聚宝盆，
5000两白银，一口价不二价。公子若没带够现钞，就请回吧。大人，5000两一价太高了，不划算。李员外，5000两现银我确实不想给，不过我手里有个小玩意儿，想请员外长长眼。这是昨天在聚宝阁拍出天价的神仙琉璃，这么小巧精致，连我脸上的痦子都照得一清二楚。换公子，这3层旺铺归您了，这宝镜我收了。慢着，昨晚大镜子虽然震撼，但大有大的好处，小有小的精巧。大镜子只能放在深闺锁着，但这面子镜却可以藏于袖中。若是贵妇后宫娘娘拿在手里，随时随地在人前补妆炫耀，你明白价值吧？光一个主铺配不上绝世珍宝，我要左右连着的2个小铺铺，3间地契全部给我。干了！大人真乃神人，一面巴掌大的琉璃，硬从铁公家手里抠出3间旺铺。若咱们多造些这种琉璃，岂不是能买下半个大前朝？明月，记住最核心的商业法则：物以稀为贵。大量抛售神物，就会瞬间沦为几文钱的破烂。饥饿营销才能把利润吃到最大。陵园补逛够了，接下来回南翔县大干一场。公子，不能再让他们这么逃下去了。这全是南一县百姓，若人都跑光了，3年人口翻倍的圣旨，您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乡亲们，别走了，快回南极县吧。公子已经筹到了银子，只要你们回去，县衙肯定会给大家一条生路的。县衙给生路？姑娘，别骗我们了。衙门这几天招的全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当差役，压根儿就不会管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死活。赵家把粮价抬到了天上，我们留在南溪就是等死。求姑娘让我们逃吧！县衙不管我们死活，让我们走。不是的，你们听我说。跟一群朝不保夕的人讲这些没用的。听好了，我就是南溪县令九皇子。你们说县衙只要能打仗的鹰犬，错，本官要的是南溪百姓人人有饭吃有衣穿。只要你们肯信我，跟我回去，我给你们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未来，一个不用再看世家脸色，靠自己就能吃饱穿暖的南溪县。大人，我们都是老弱病残，拿什么活命啊？只要你们信我，我就绝不让南溪再饿死一人。回南溪也是死，去府城也不见得能活，咱们烂命一条，赌了。对，就凭大人让我吃过白面馒头，我跟你回去。愿随大人回城。赵家想玩坚壁清野，抽干老子的人口是吧？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都别挤，排好队，老弱妇奴站前面。大人吩咐了，今天管饱，都不要插队抢食。明天一早，晚清你在外面这群流民里，再给我招募1000个工人。多少？1000人？公子，万万不可啊！县衙养了200张嘴，每天开销巨大。您在府城虽赚了钱，但也绝吃不下这1000号人的庞大开销啊！吃不下，莫说区区1000人，只要给我1年时间，这南极县就是有10万人，我九皇子也照样吃得下。听好规矩，不许乱招。以户为单位，无论男女，只要有劳动力，每户只能挑1个人出来。大人，若是这样招，
可不全是壮陶力，干活效率会大打折扣。为何立这种规矩？若只剩孤儿寡母怎么办？若是只剩孤儿寡母的，不用筛选，直接留下。你们看外面，若不是绝境，谁愿背井离乡？如今县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，招1000人以工代织，就能让1000户人家不至于饿死街头。明月，明早让沈独带50名带刀捕快撑腰，挨家挨户去给我查县衙世家的账本，查税。大人的意思是？往死里查！这帮世家和百姓血，告诉沈独，敢阻拦当场拿下，吃了南溪多少，全他娘给本王吐出来！属下遵命。公子，招1000人到底要去做什么？保密。叩见青天大老爷！都给老子站起来！本官说过，在我县，只要你们凭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，就不许随便下跪。都起来！大人，俺们都听您的吩咐选出来了，您这是也要把俺们招进衙门当差吗？不是，你们不进衙门，不穿皂服，也不拿刀。怎么，觉得不进衙门委屈了？我问问你们，本官是谁？您是南溪县令。还有呢？您还是大前九皇子。没错，这县衙也是大前的。你们跟着我做事，那不就是国企之招？啥叫国企啊？所谓国企，就是直属朝堂，由皇家控股的最高级别营生。我的亲娘嘞，那不就跟京城造钱的祝钱司一样了吗？没错，你们身份绝不比祝钱司差半点，每人每天工钱60文。1000人，这叶秋又想搞什么花样？谁敢闯我赵家？南溪县衙奉令彻查赵家商税，引系田产者斩，引系税收者斩。若有阻挡，腾同谋逆，就地格杀！都给本官安静！你们肯定在想，花巨子雇你们来荒滩做什么？带你们来，向着大海要黄金。我们要制盐。大人，小人祖上3代都是造户，熬1斤盐得烧100斤柴，用10人合抱的大铁锅日夜熬，咱1枚大锅2枚柴，这盐怎么可能出得来呀？哼，懂熬盐很好，但熬盐那是蠢人的办法，费时费力。本官今天教你们晒盐。王府，把府城拉回来的家伙事全发下去。老严，你来带队，挖方格浅坑，底部铺死黑色油布，挖沟脊引海水，干得最快的今晚加肉菜。太阳真能晒出盐，您真是神人。可这盐有卤毒啊，比赵家最下等的粗盐还毒，人吃了会拉死人的，卖不出去啊！哈哈哈哈！第一步成了，接下来老严睁大眼睛见证奇迹，将粗盐溶水倒进这桶里，下面接好木盆，快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么白，这是天上神仙才能吃的雪花盐吗？咸而不苦，纯正甘甜，没一丝海腥味。老天爷呀，连进贡给皇上的贡盐都没这么纯啊！这盐每天可以做多少？不要柴火不费锅，简直跟白捡的一样，每天少说万斗起步。好，从今天起你就是盐场总管事，1000号人归你管，日夜不停的晒。大人，昨天的出盐量算出来了，整整10万斤啊！多少？10万斤！小人熬了一辈子的盐，加起来也没昨天1天出的多呀！大人，这是用聚宝盆在变戏法啊！调集所有马车板车，把这些雪花盐全给本官拉到县衙大门口去。县太爷又摆着阵仗，又要施粥了。赵家盐铺今天涨到100文1斤，全吃不起啊！时间长了，连站的力气都没了。乡亲们，前几天本官答应给你们一个不用看世家脸色的南溪，今天本官来兑现承诺了，宣布。这不可能，世上怎有这么白的盐？
哈哈哈，没错，这就是盐，比皇室贡盐还要纯净100倍的雪花精盐。咸的，真的是咸的，一点都不苦，没有泥沙。老朽活了70岁，竟吃到了天上的仙盐呐！这等成色，怕是京城打鬼人花1两银子都买不到啊！就算卖房子，儿女也吃不起一口啊！本官说过，要让南溪百姓不再看世家脸色。赵家掺沙子的盐100文一斤，你们觉得本官的雪花精盐该卖多少？500元。再猜。1贯钱？不对，3文钱。1斤雪花精盐，本官只卖3文钱。我买10斤，给我5斤，救命啊！大人，顶不住了，这帮人彻底疯了。赵家，老子要让你囤的盐，在整个大钱都卖不出1颗。疯了，泥腿子全疯了！爹，叶秋的精盐3文钱1斤不限量，连乞丐做菜都抓2把雪花盐，百姓甚至买回去腌咸菜，盐多的吃不完。咱们盐铺这几天半个大本都没进账。完了，彻底砸手里了。天明，咱们为了垄断盐市，从林渊府钱庄借的那10万两高利贷，是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？爹，后天50就到期了，钱庄要是见不到本息，就要拿咱们宅几弟弟和命去抵啊！咱们库房囤的几10万斤粗盐，现在倒贴都没人要，全成了一堆烂泥，哪儿还有钱还账啊？留得青山在，立刻把咱们囤的粮食降价。您不是说要把粮价抬上天，逼死流民吗？蠢货，现在是保命，县衙有3文钱银盐，流民有工钱，谁买高价粮？赶紧降价套现回血还阎王债！你们又来干什么？光天化日私闯民宅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你赵家眼里何曾有过王法？经查，南溪县赵家隐匿田产8万亩，伪造盐引130分，偷透米粮商税、人头税等合计白银35万两。污蔑，这是栽赃陷害！老夫要见知府大人，我要去凌渊府告你们！见知府？你这老狗也配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奉知府大人亲笔手令，赵家偷税漏税罪形同谋逆，拿人封宅，就地查办。来人，将赵家7座粮仓、所有田产地契及库房里所有的黄金白银，全部贴上县衙封诏。敢有半点反抗者，就地正法。至于你这只老蛀虫，跟我回大牢里慢慢交代。带走！完了，赵家全完了！大人，赵家家产清点完毕，但出人意料，现银真金不足抵高35万两税款。属下连夜审问，发现他们搜刮的民脂民膏有80%暗中流入了林元府，进了知府大人的口袋。知道了，谁吃进去的？本官早晚让他连本带利吐给南溪百姓。吩咐下去，把赵家7座粮仓的封条全拆了，开仓放粮，赈济城外还没缓过劲儿来的流民。大人，还有一事，东郊盐场产量失控了，日产雪花盐高达10万斤，全城敞开吃也严重供大于求，这分量足以供给整个凌渊府90%百姓的用盐。若运到府城卖出，按3文钱底价抛开开销，县衙每月净利润将高达6000贯。这比周边几县一整税收加起来还恐怖。明月，以盐场收入，若按1天60文工钱，还能再招收多少青壮劳力？大概能再招3200人。大人应该不会是想……没错，传令继续招收1500名青壮。不能再招了，10万斤盐堆积如山，招了也没能力销到凌渊府，造再多也是存仓库。谁说本官招他们去制盐了？那干什么？修路。明月，南溪盐堆在仓库是死沙。我们要运出去，运到凌渊府直销，倾销大钱。大人的雄才大略，明月深信不疑。只是这路实在太难走了。本官现在告诉你，只要打通道路，以后运盐车队去凌渊府只需要半天。
甚至连半天都用不到。绝无可能，哪怕京城驿道铺青石板，换马不换人，也绝不可能这么快。全是烂泥，怎么可能半天？所以说啊，要想富先修路，路不通，钱货成了死水，青石板算什么？本官要修的是平整如镜、风雨不透的通天路，路通了，盐、铁、冰就能像血管里的血，瞬间蹦到大前每一个角落。大人胸襟犹如吞吐天地的真龙，明月这辈子未服过人，唯对大人五体投地。明月愿肝脑涂地，终生辅佐大人，为您开商路了天下之财。祝大人登顶大前，富可敌国。明月记住，收敛天下金银叫守财奴，不叫富可敌国。世上最珍贵的财富，不是藏在库房的金银，而是他们，是这千千万万给口饭吃，就能用双手为你创造奇迹的百姓。各位老爷，我们赵家倒了，老爷被抓，家产被抄，你们以为你们就能独善其身吗？那叶秋是个疯子，他这是要把咱们南溪县所有的世家门阀都往绝路上逼呀！我们赵家是第一个，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。等他腾出手来，你们全得进去蹲大牢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他毕竟是皇子，手里还有沈毒那帮杀神。皇子个屁！一个被流放的废物！诸位别忘了，咱们交的税是孝敬给知府大人的，咱们背靠的是知府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咱们凑笔巨款，联系300外黑风寨的土匪，跟他们里应外合冲进南溪，除掉叶秋。到时候报个土匪洗劫，知府大人自然会替咱们把这事儿压下来。干了！引兵入城，弄死这个活阎王！都看清楚了，消蚀硫磺木炭，按712绝对比例毁约，动作必须轻，绝不能有剧烈摩擦。10丈内敢见一点火光，今晚集体升天。大人，俺打了一辈子仗，可您让俺们把这些土灰混一起，这玩意儿软绵绵的，能有啥用？软绵绵，这可是裂土开山的宝物。老朽从小机关奇巧，自古逢山开路靠千人挥锤滑轮杠杆，凭您这竹筒软灰也敢妄言裂土开山？您这正是奇才，但工程力学太异想天开了。莫老，时代变了，你们墨家机关术确实精妙，但在绝对的化学反应面前，也就只配当个文具。沈毒，护着所有人退后30丈，捂住耳朵，张开嘴巴，快！碎了，竟然真的碎了！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！我墨家1000年的机关术，在此机面前简直如孩童戏耍。老朽井底之蛙，竟不知世间有此等开天辟地的神物啊！这不是宝物，是天罚呀！我的亲娘，有此神物，天下什么重甲骑兵，什么武林宗师，一通炸过去，全得变成肉泥。莫老，现在信了吗？有了这黑火药，配合水泥，不出3个月，本官就能炸出一条直通临渊府的通天大道。大当家，您看，前方就是南溪县，那九皇子狂妄自地，连个城防都不布置，城里只有200个废物捕快，却堆着几10万斤雪花盐和成箱白银。我们几大世家商议好了，一不做二不休。今晚只要您一破城，宰了叶秋那活阎王，财富咱们5-5分。知府那边世家去打点，绝不牵连黑风寨。好一个富得留洋的南溪县，200个捕快，老子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们！兄弟们，听老子号令，杀进城去！男的杀光，钱粮女人全归咱们！杀呀！